这个家扔到最后了，我才发现还有一个隐藏的储物空间，里面的东西也是满满的。因为它在房顶，所以只能通过一个小口往下拿。上面的东西都是小姐妹的婆婆以前买的，算算时间最少也有10几年了。先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给它拿下来，里面还挺深的，够不到的我就用雨伞把往外扒了。一个小小的空间居然放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几把雨伞和凳子还挺好的。这些虽然是好多年了，但是还挺干净的。一看婆婆就是个干净人。开始开盲盒，看看这一包一包、一袋一袋的都是啥？各种袋子、绳子，在我看来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在大部分的老人呢都不舍得往外丢，总觉得它有能用上的一天。结果过去这么多年，屋里东西都扔完了，他们还在上面放着呢。塑料口袋有好几包，白布都变得有点发黄了。还有一包棉花保存的挺好的，看起来还是新的。看看这是啥？椅子布。这个好像是做垫子的填充物吧，垫在麻将桌上的布都留着呢。这个里面装的也都是塑料口袋，可能当时保存的时候是好的，但是现在看起来都是垃圾了。这还有一个包包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翻了一下，啥都没有。这是一个月饼盒子，也没舍得丢。好看的月饼盒我也留过，但是最后也都扔了。看看这一堆一堆的，现在的说是一点用都没有了，一样都没挑出来，都变成了生活垃圾。一共装了6个口袋。还有这一堆呢，小姐妹说婆婆的手挺巧的，凳子下面这个套，还有座上这些套，全都是她勾的，现在看起来还像新的一样。小姐妹留了4个凳子留着纪念了，其他的就都不要了。把这些书也都给它装起来，今天一道给它卖了吧。本来还想留一留，看看谁需要的话给他邮走，但是后来一想书太沉了，邮费都比书贵了，还是算了吧。大哥又来了哈，先把前2天的桌子背下去一个，然后他带了一个扁担上来，就这一趟刮走了所有的袋子，数一数大大小小也差不多10包了，人家一趟就挑下去了。再把剩余这些散的用床单包起来，又挑一趟。刚跳到下面去，就被邻居把这个凳子给截胡了。其实这些家具都挺好的，有不介意的拿回家比扔了强。刚才那个阿姨又看好这个斗柜了，也把它拿走了。这个大哥一共挑了几趟呀？今天他也没用我帮忙，他说我挑一趟能赶上你拿好几趟。今天又是谁也不给谁钱的一天，但是我感觉大哥今天是赚了，那些书也不少卖。我第1天往外扔东西的时候，有小姐妹就建议我应该找个收废品的，能要不能要的全给他。只要我不往下拿就行了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找了好几个人家都不干，他们只拿他们要收走的能卖钱的，要是都拿下去的话就必须得加钱。所以第1天卖冰箱的时候，那个大哥我是给了他50块钱才给我扔下去的。第2次卖废品是一个大爷来的，他也不拿，但是我看他岁数太大了，我也没跟他讲往下扔东西的事儿，我就自己往下去的。最后遇到的这个大哥还挺好的，第1天是该卖的卖了，然后还帮着我把那些不能卖的拿下去了。等到第2次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互相谁也没给谁钱，就是遇到好说话的了，我少受点累。就是卖废品的钱少了一点，防盗门上剩的都是贴对联留的胶。刚开始我是用胶自保，感觉它味道太大了，所以我就试的是油污净，哎，还挺干净的。像这种薄一点的胶带印儿，用油污净也可以啊。但是这个防盗门你喷之前一定要试一试，有好多它都掉颜色，就是你不管喷哪，第1次用的地方一定先试一试，它不会花的话你再去喷。有好多同样的材质，你喷不花，它喷就会花。把这个烤箱和微波炉给它刷出来。烤箱还行，不怎么脏，这个微波炉挺脏的，好多油点子。我把水卫世家这个多功能清洁剂带来了，它是专门洗冰箱、微波炉、烤箱啥的，就是这种直接接触食物的。它可能没有油污净那么好使，但是像这种油垢喷完以后还是挺轻松就能擦掉的。有要的可以进橱窗找，我给放到评论区第1条吧，你们到那里进去就有油污净，还有这个我都给它放进去，就不用进橱窗扒拉了。把留下来的东西都给它放到这个仓库里面，到时候小姐妹来的时候到这里拿就行了，就不用每个地方扒拉了。一共是留下来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我感觉小姐妹拿的时候还能扔掉一点。虽然房子是准备要卖了，我也买了一个排烟筒给它安上了，这样看起来完整一点，也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上，省得往里进东西。沙发罩看起来太脏了，前2天收拾屋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套橘色的，想给它换下来。
瞅了半天才发现，必须把底座拿下来，这个沙发套才能拆下来。在那鼓捣了半天，这换个沙发套也挺麻烦的，还得拆底座。我一开始想的是能不拆就不拆，结果拽了半天也没拽动。我也换过好几套沙发套了，还真是第一次看到需要把底座拆下来了才能换这个沙发套的。不过这么安完了以后看着倒是板正，但是也太费事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把中间这个垫子也给它换下来。换完以后不说跟个新的一样，但是看起来可干净多了。今天就是收尾工作，把这所有的插座都给它擦干净。它插座的时候把油镜给它喷到抹布上，这样就擦得很干净。我都给它把线缠起来了，放到仓库里面，边边角角方的地方再给它擦一下。第一天收拾屋的时候，有姐妹提醒我这个角落都发霉了，我是留着特意试试这个防霉剂好不好用的。发霉挺严重的哈，我是喷了3次，每次中间隔了20分钟，最后是这个效果。我不知道再喷是什么样的效果，我感觉也就那样了，因为之前我在网上店的时候也喷过。像这种特别严重了，已经发霉到墙体里面的，好像不能去的特别彻底。要是能接受效果的，可以进橱窗里找，也有。你们可以先试试84哈，那种轻微的用84擦就能给它擦掉。把留下来的被子、床单、窗帘、该铺的铺、该挂的给它挂上了，看起来还有点人气了。这个虎皮兰的生命力特别强，应该是属于耐旱的吧，我感觉几个月不浇水都没事儿。我今天给他们补了点水分。这个电视柜太长了，扔不下去，砸了还有点可惜，所以就暂时留着了。我想给它擦干净点，才发现中间还有一个抽屉没扔呢，里面全都是老式的磁带和碟，还有一些特别早的这种老式卡带，少说也得有20多年了，现在放可能都放不出来了。纸箱啥的都扔完了，上邻居那借了一个纸箱给他们装起来了，太沉了，装塑料袋根本就提溜不起来。房子是80多平，2室1厅，我是扔了整整的8天。这个家里面除了一些必要的家具，其他的全都扔出去了。给楼道扫干净，再把这个地拖一遍就完事儿了。有小姐妹要这个平板拖布的，你就拍橱窗里那个妙洁的就行，那个就特别好用。抹布也是妙洁他们家那个专门拖地用的，这个拖完以后一点水印都没有。这个房子就算是彻底收拾完了，再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。明天给你们看见从这个家里面到底扔出去了多少东西，再来个一镜到底。